这是一款放大版竹蜻蜓，而它的使用对象也从人变成了房子。起初制造它的目的是为了来一场说飞就飞的旅行，然而这个道具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。小夫家最近新购置了一台房车，里面不仅有柔软的床垫和100寸大彩电，就连厨房和厕所也一应俱全。小夫决定周末乘着它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一听此话，大雄顿时做起了白条梦。可惜3个人的旅行，大雄始终不配有作文。这么明显的排挤孤立，大雄气到一蹦2米高，定要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于是他找到小多拉，希望要一个可以在家躺着去旅行的道具。这么逻辑缜密的描述真是难为了小多拉，毕竟他学的又不是母猪产后护理，可不会给大牲口放摇滚搞催产。恰巧此时，老妈告诉大雄自己周末要去夜店趴，希望大雄看家，这反倒启发了小多拉。转眼到了周末，在目送走老妈后，小多拉开启了他的旅行大计划。只见他掏出一款超大号竹蜻蜓，之后2人带上小号竹蜻蜓，靠着纯人工体力，将大号竹蜻蜓安装在了房屋顶端。接着2人来到驾驶室，决定在爸妈出去嗨的这段时间，去那须高原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只见竹蜻蜓缓缓转动，随着小多拉拉动摇杆，2层别墅顿时拔地而起，带着大雄2人开启了不一样的旅途。然而小多拉膀胱一扫，竟发现老妈杀了个回马枪。小多拉二话不说，紧急拉动摇杆，让房子在空中来了个漂移后，终于在老妈进门前将房子重新落回了原来的位置。2人再三确认老妈不会梅开2度的玩心跳后，便再次踏上了这趟不寻常的旅途。正所谓男女搭配激情无限，大雄飞到静香家前，用竹梯接上了她，决定带着媳妇一起嗨。他们在旅行的途中从高空俯视着美景，也为自己布置了美食与饮品。静香甚至提前准备了扑克，要与大雄斗地主赢他的欢乐斗。他们在途中遇到了打高尔夫的老爸，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不仅没给老爸惊喜，还吓得老爸以为昨晚的小麦饮料还没醒。另一面的虎父2人正乘着房车过着2人世界，小福还不忘使出18般嘴技吐槽大雄这个人类低质量男性。结果下一秒，低质量男性热情挥手后潇洒离去。胖虎顿时觉得自己上错了车，挥着拳头警告小福，要么让车飞，要么我让你升天。小多拉将房子停在了海洋中心，决定钓些鱼来当午餐肉。看着别人大丰收，战利品装满了一整筐，颗粒无收的大雄干脆心一横，直接开始摆烂，还喜提了鱼部里的称号。直到吃到了媳妇做的烤鱼，大雄才忘记了刚才的悲伤事，原地满血复活。然而小多拉一直忙于操控飞行恶斗猫，想让大雄赞待自己这个老司机，可大雄连科2都没过，用手用脚驾驶都一个效果，3个字来评价：飞得丝滑。意识到自己不会是个老司机的他，想要开启自动驾驶，结果愣是完成了每天一个作死小妙招。只见房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，在空中一顿撒欢打野疯狂漂移后，终于在一处悬崖处安静了下来。然而一个噩耗却接踵而至，因为大雄刚才的骚操作导致竹蜻蜓电量耗尽，所以房子进入了自由落体模式，现在必须要进行人工发电。只见竹蜻蜓的根部伸展到房间内部，下一秒3人登起了游乐场专属的3人车，只是游乐场的车不登顶多是烧钱，这个车不登的话是会要人命的。在3人的努力下，房子停在了一处坚石之上，结果因为重心不稳，一路火花带闪电往下冲，刺激程度绝对不输速度与激情。房子最终在平原处停下，3小只才没死透透。可他们还没踏出家门欣赏风景，老妈就打来了提前回家的电话。听到这些，小多拉绝望地给自己来了个大头特效，于是3人重操旧业，速度比来的时候还要快。等老妈回到家时，3人累得半条命都快没了。然而第2天，小夫看上了大雄的飞行屋，想乘着它去环游世界。听闻此话，大雄2人顿时开启跑男模式，毕竟这个道具太费腿。